骚扰者，太可怕了，我们怎么办呀？葛建斌怎么你了？他知道我们那件事儿，知道我们什么事儿？那事儿，哪事儿啊？就是我们最不想人知道的那件事情。什么？是说他知道了交换的事儿？萍萍，萍萍，你怎么样了？我知道我出了车祸。出了什么事儿了？都把我们吓死了。萍萍，你没事儿，你只是轻微脑震荡，休息几天就好了啊。开了这么多年车了，怎么会和别人追尾呀？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哎，怎么了？怎么了啊？像小孩一样。骚扰者，太可怕了，我们怎么办呀？葛建斌，葛建斌怎么你了？他知道我们那件事儿，知道我们什么事儿？那事儿，哪事儿啊？就是我们最不想人知道的那件事情。什么？是说他知道了交换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昨天下午我在电台做直播节目，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他说他是洪子强。后来他又问我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我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昨天上午葛建斌给我打电话，我就一直没接，最后我把手机给关了。这个王八蛋，欺人太甚了！我找他去。你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吧？你不想让大家都不信任我们吧？要是小军知道了，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怎么办？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件事情？我们太愚蠢了！我们为自己的家庭埋了一个定时炸弹，而且这个炸弹就要爆炸了。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一旦咱们的单位知道了，小军知道了，社会上人知道了，我们就完了。是啊，我真是太愚蠢了。我这辈子做了最蠢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了。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哎，你说当时要是我们两个人啊，其中一个拒绝参与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今天了吗？啊！虽然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但是我们怎么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啊？我真蠢，我真是太蠢了我。陆军，咱们得想个办法，不要互相埋怨了。你怎么知道葛建斌掌握了我们的情况？直播节目以后，我考虑了一下，我决定去见他。他非常无耻，继续骚扰我。他说他有证据，他要控盘。我一听就崩溃了，所以我脑子乱极了，然后就撞车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怕你分心，也怕你担心，而且你现在院长的事情还没有着落，一旦给病人做手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那怎么办呀？那次事故以后，院长的事儿就别想了。我想知道，这葛建斌他有什么要求？他还能有什么要求？他很无耻，他让我爱他，让我同情一个爱了我20年的男人。下流！我找他去。陆军，我告诉他，让他死了那条肮脏的心，即使我身败名裂，也不会同情他的。现在连杀他的心都有。陆军，你冷静点。
们有家庭有孩子，不值得。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啊？我一直在想，葛金斌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呢？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需要什么效果的？小姐，我要一套欧莱雅的化妆品。请问你要哪个系列的？刘军，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能原谅我吗？你还会爱我吗？不仅我们两个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做错了一件对不起你和小军的事。我现在特别的后悔，我抵挡不住诱惑，我太脆弱，我背叛了你。那个跳舞的叫任意的男孩，你有印象吗？我和他，如君，你能原谅我吗？对不起，你说句话呀。如果你不能原谅我，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的孩子小军怎么办？如君，你给我一句话行吗？起来吧，起来，起来吧。其实，你和那个叫仁义的事情，我早知道了。我忍耐了，因为我觉得你在家里面已经找不到激情了。前些日子，我请假跟踪你2天，你到那个叫仁义的跳舞的那儿去了，都看见了。我看见你们了，但是我从大局出发，因为院长的事情，我也不想把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的。特别是我想到了我们的小军，我忍受了，我必须忍受。对不起，日君，我向你发誓，我再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了。我只跟你跳舞，
再也不跟陌生人跳舞，你能原谅我？你能再信我一次吗？过去的事情不说了啊，咱不说了。现在有比仁义更麻烦的事情，我们得想办法。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的事情怎么偏偏会被葛建斌这个骚扰者知道了呢？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不给他机会，一定能打败他的。我就是担心啊，我担心有人把这事捅出去，就是在网上散布，我们也受不了啊。现在什么时代？是一个媒体信息爆炸的时代。葛建斌骚扰的事情，我们也没证据，你就连起诉都没有办法。我在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只有4个，洪自强死了，我们2个是绝对不会泄露这件事情的，剩下的只有朱怡云。她是你的初恋情人，而且恰巧又嫁给了邢飞宇。会不会是她告诉邢飞宇？因为邢飞宇现在正在跟你争院长一职，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就把这事捅给了葛建斌。不会的，朱云向我保证过，他不会把这事说出来的，就连邢飞宇他也不会说的。他能保证什么？他们现在是夫妻，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公当院长？我相信朱一云的为人，他是老师，自己也要面子，而且他对我们小军那么好，他是不会做出伤害小军的事情的。那你说，谁会把这个事情捅给葛建斌？如果不是朱怡云，那还会有谁呢？会不会有别的什么渠道？你有没有问过葛建斌，他手里掌握着什么证据？没有。还有一种可能，现在媒体上曝光也挺多的。什么可能？那就是宾馆里面有录像啊。会不会是宾馆里面负责录像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葛建斌，或者是葛建斌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宾馆负责录像的人，他通过这些呢来推断出我们做了交换的活动。葛建斌真是无耻之极呀！面对葛建斌这样藏得很深的骚扰者，他很有可能是无孔不入的。可是，在宾馆里面，我们是在房间，他的摄像头应该在走廊上，他们凭什么肯定我们是在交换呢？要不这样，这几天呢，我去找邢飞宇谈一次，你呢，再到那个宾馆去了解下情况。
好，我是东海电台的。东海电台的，我们俩能谈谈吗？你是谁？我就是想找你谈点事儿。我没有什么事情好谈，我又不认识你。现在我要去演出，是关于你男朋友的事儿。你说的这都是真的？他给于萍萍买化妆品的时候是开了发票的，当时我也在场。可是去大连旅顺的事情，他说是去联营舞蹈学校，是去见于萍萍。是啊。后来我问他舞蹈学校联营的事情，他却说对方条件不好，一句话没了下文。看来他一切都是在骗我。可是你告诉我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你们单位的于萍萍。你可以直接到你们单位去揭发于萍萍的行为。我来找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怜。我是可怜，其实我早就有感觉了。这半年来，我男朋友的情绪很不正常，所以我建议你去我们单位告发于萍萍。我去？我和我男朋友只是同居关系，于萍萍连个第三者都不算。现在的单位，谁管这类事情？那你就这么甘心被骗下去吗？我要报复于萍萍。你可不能采取非法的手段。你要是用违法的行为去报复于萍萍，那么我今天对你的同情就失去意义了。你辜负了我的一片善良。你放心，我有自己的办法。忘了你的那个夜晚，忘了我自己的节拍，空虚像节奏重复，难过无从安排。侧耳倾听我在哪里，一样不懂真爱一道眼光，藏满伤害，时间让自己失败。他本来是单纯的
是单纯的，他本来是完整的，爱本来是单纯的，爱本来是完整的，所以是这个病人，你看啊，他脑部这个部位，看到没？林大夫，有人找。你找我？我们可不可以单独谈一谈？我们认识吗？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哈，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谈吧。不，我们必须得单独谈，是私人问题。我是来报复你妻子的，怎么个报复法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我已经和我男朋友分手了，现在我也希望你和你的妻子离婚，不离婚也可以。我要让我男朋友和你太太受到一样的创伤。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好，什么？爱一场，气死他们两个。今天见了你，我很欣赏你的气质，而且我也打听过了，东海第一把刀，是个值得爱的男人。你疯了！我没疯，我很理智。他骗了我半年多了，我真是太蠢了，居然让他骗了过去，他太伤我心了。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去伤害我的妻子的。而且呢，我妻子没有像你说的那种事情。我比你了解我的妻子，我知道，她是去你男朋友那儿学舞蹈，那是为了健身。你到现在还不相信事实？我男朋友为你妻子买的化妆品，发票我都找到了，而且你太太为他买的手链，到现在还戴在他的手上。送上门来的美女，你居然不要？你还年轻，不懂得生活。我爱我的妻子，我更爱我的家庭。
又去偷拍了，狗改不了吃屎。开门！开门！你干嘛？你偷拍女孩子。谁偷拍了？你来过好几次，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抓住他！抓住他！请问这个宾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这么多警察。哦，我们宾馆的一个水暖工刚才在大街上被打死了。为什么？你是记者，说起来也算是我们宾馆的丑闻。这个家伙在一个服装店的试衣间里偷拍女孩子换衣服，被人抓个现场，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这个人是你们宾馆的吗？是啊，真丢人。警察怀疑我们水暖工在我们宾馆里藏有大量的偷拍证据，现在警察到宾馆来取证了。你怎么了？没事。偷拍很可怕的，你们记者就是应该大量报道，保护我们女孩子的权益。谢谢，不客气。我看可以把电脑远程技术支持做脑外科手术这项新的科技成果，通过院里汇报到市卫生局，然后呢，在全市甚至全省推广。虽然这个手术是我做的，但是和我们科室的全体的医务工作者那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建议啊，在向院区汇报的时候，要以脑外科的名义，而不要只提我个人。嗨，李大夫，你太谦虚了，这明明是你的成就啊！不，没有大家的支持啊，谁也做不了。啊，钱大夫，那就拜托你把这个材料整理一下。好，不过这点小事儿，你打电话谈谈就行了。今天是你休息啊，你大老远的跑来，这事儿还是当面谈比较好。好，那你忙吧，我先走了。哎。哎，飞宇啊，我想向你问一个人，你认不认识葛建斌这个人呢？葛建斌？哎，葛建斌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呢？葛建斌，哦，我想起来了，他是你的律师啊。他来调查过我，我当然认识了。他怎么了？啊，没事。对不起，接个电话啊。喂，汝君，这里出事了，就是这个宾馆的一个水暖工，今天晚上大约2个小时以前吧，因为在服装店的试衣间里偷拍女人换衣服，被群众打死了。我在想，他会不会也偷拍到我们呢？现在来了很多媒体，已经在采访了，因为偷拍者被愤怒的群众打死，这在东海还是第一次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见面。好。一旦媒体知道了，查出了录像，那么公安局也会来调查我们，这事就保不住了。不是我们没有换乘吗？不管换没换乘，我们去了就是危险行为，至少从思想上冲破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底线。中国的国情是不允许的。你看，有消息了吧？怎么了？那个偷拍者被打死了。不过这种人也是罪有应得，死了活该。好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去过他们家。好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到他们家拿过你的录像母带。要不这一会儿，公安局就在这儿了。公安局就是来，我们也不怕呀。人又不是我们打死的。可他也是一条生命啊，他是罪有不至于死啊。像这种不知廉耻的人，专门欺负我们女孩子的人，死得越多越好，活该。这小子，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偷拍，不要偷拍。他怎么偷拍有瘾呢？这种人啊，就跟小偷一样，小偷不偷东西，他手痒；这种人不偷拍女孩子，他心就痒痒。哎，我告诉你，小王啊，你记住，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啊？为什么呀？为了保护你啊！为什么？你要是让别人知道了，那公安局就会找上门，记者也会找上门。你觉得你很光荣吗？你怎么了？你第一次这么关心我，爱我。
昨天那个偷拍被打得真惨，浑身上下都是。哦，是吗？这么厉害啊？更有趣。哦。怎么这么热闹？有什么新闻吗？哎，萍萍，你也来听听。我觉得杨春雨这个建议不错。什么建议？昨天晚上7点30分左右，在我市步行街的一个服装商店门口发生了一桩血案，说的是一个偷拍者在服装店的试衣间里面准备用一个微型摄像头偷拍女孩子换衣服，偷拍者被人抓了个现行，结果被打死了。因为是发生在闹市的事情，所以2个小时以后，网络上就有了这个偷拍者被打死的照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法治热线来说，简直就是春风送雨嘛。因为我们节目目前不是也正在做骚扰吗？实际上，偷拍他人隐私，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骚扰，而且这种骚扰大有流行的趋势。我们可以就这个偷拍者被打死这件事情，来连续做几期访谈类的节目，这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啊。偷拍和骚扰有关系吗？当然，偷拍他人隐私这也是骚扰啊。比如说，偷拍者偷拍到别人隐私之后，他可以敲诈，他可以纠缠，这不就是骚扰吗？偷拍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是不容置疑的。骚扰是违法和不违法之间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通过讨论骚扰，来界定哪些骚扰是违法的，哪些骚扰是不违法的。目前网络上很流行偷拍他人隐私，正是这些人，他不知道偷拍他人隐私这也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可以就这个选题来大做文章，告诉人们偷拍他人隐私不仅仅是骚扰，更是违法的。这是在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啊！我同意杨春雨的建议，我们要做这个话题。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不参与这个话题。我来做。导播，我来做吧，我一定会把这个话题做得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导播，我们以什么名义来做这个节目呢？能不能开一个新的栏目呢？又是那个道德热线啊？对啊。能不能开新的节目，我们要向部里汇报，部里要向台里汇报，台里批准了，我们才能做。其实让更多的听众来关心我们的话题，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这不是很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们啊，从5讲4美开始，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甚至一直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今天的更多政策，国家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啊。有道理，那你写个东西吧。策划书昨天晚上我已经写好了，先拿给我看，我看完后立刻给部领导。真够哥们儿，谢了。干什么呢你？有事吗？
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没你的事，上班去。今天我休息。那你到花园里看有没有活干，我那衣服去帮我洗一下，还有我那皮鞋帮我擦一下，去吧。